我有了进入梦境的能力，睡前只要想着谁，就能进入谁的梦境。于是我睡前默念了180遍校草的名字，睁眼居然躺在了校霸的床上。我正要走，他翻身压住我，嘴唇蹭到我耳边，来了就别想着走。我他妈又走错地方了，这已经是这个月第6次迷路了。贺金也看见我，已经从最初的震惊手足无措，到现在轻车熟路的把我推倒在床上。这么多天没出现，是背着我找狗了。贺金野的指尖已经抚摸到了我的脸颊，他手臂肌理匀称有力，手指骨节修长，墨绿色吊带丝绸睡衣故意穿给我看的。我很想说，大哥对不起，我走错了，我是准备去校草宋博姐那边的。然而这人根本不给我解释的机会。贺金野紧接着说道，我很喜欢，看在你这么有诚意道歉的份上，我决定原谅你了。语毕，男人轻车熟路地吻上我的唇，从头到尾我连个屁都没放。贺金也把自己攻略的服服帖帖，虽然在梦里，但我能清晰感受到对方的每一个站立，直到天际泛白，对方才将我松开。贺金也粗粝的手掌捻了捻我的碎发，头埋在我的颈窝。小鱼，我们见面吧。我如梦初醒，你说什么？贺金也抬头，眼尾带着还未消散的红。见面，我是说在现实世界。话未说完，我隐约听到了外界传来了滴滴的声音，是我的闹表响了，仿佛天籁之音直接将我从梦境抽离出来，画面戛然而止。睁眼，我已经躺在了宿舍的床上，心脏因为贺金野的话跳得飞快。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这人疯了。我听说过网友相见网恋奔现，这还头一遭听说孟搭子要碰面。身体因为梦境里对方的摆弄还带着某种虚脱感，在梦里都已经这么累人了，这要是见面了还有活头吗？和贺金野产生交集是一个意外。3个月前，我发现自己突然拥有了进入梦境的能力，睡前只要想着谁，当晚一准能梦见谁。凭着这个金手指，我跟凤凰传奇飙过歌，跟贝克汉姆踢过球，跟10个晴天种过地，还跟林娜贝尔斗过舞。最近我突发奇想，准备跟校草宋博简表个白，于是睡前想了180遍他的名字，当晚却进了校霸贺金野的梦里。此前我早就听说过贺金野的威名，传闻一拳能打死3头牛的校霸，上一届全国大学生拳击联赛冠军。突然看见他，我整个人是懵的，连滚带爬想要逃走，却一把被这人薅住了脖领子。紧接着，在我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什么的时候，唇瓣就被擒了去。怎么梦里还这么胆小？拥有这个技能这么长时间了，这还是我头一遭知道。原来梦里的触感能逼真到像现实世界发生的。就在我体温升高，呼吸不畅，快要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贺金野终于放开了我，声音满是厌足。2年了，头一回梦见这么大的。后来我又走错过几次，慢慢的，无论是他还是我，似乎都已经适应了这种奇怪的相遇模式。贺金野人狠话不多，几次接触下来，我连他身上哪儿长了几颗痣都知道。但我始终以为贺金野应该是不知道我们梦境其实是双向的，对他来说，我应该就是个梦中人。但他为什么要提出和我这个梦中人见面？因为贺金野的话，之后接连几天我睡前都不敢胡思乱想，生怕一动歪脑筋又走错地方。原本我想着我一个医学生，贺金野一个体育生，只要我把梦里防住了，他就是把天筒破个洞也找不到我。万万没想到，百密还是有了一疏。周一清晨，我就被我导师喊到了办公室。年逾50的中年精致女人此时对着我笑得满脸猥琐。暑假有时间吗？帮你争取到了个不错的实习机会。原本我以为是什么3甲医院，忙不迭答应。紧接着就听到我导说道，拳击队兼职队医。夏季大学生拳击联赛就要开始，咱们学校高度重视，要求咱们医学院全力配合。拳击队清一色全是帅哥呀！我一听，这好机会咱不能让给别人，当机立断就给你抢过来了。当然你放心，不是免费的呀，虽然是校队，但也有所属俱乐部，价格我帮你聊好了，按照他们正经队医标准给付。最后还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咱这个专业，各位男同学的发量你也看到了，身为你的亲导，为师能给你提供的机会不多了，你自己得好好把握呀。那我可真是谢了。其实我给贺金也看过伤，在梦里，那应该是我第4次误入贺金野梦境，才见他就发现他和前几次不太一样，颧骨乌青，眉骨还有一道长长的划痕，上面的血迹甚至都还没干涸。在此之前，其实我都是有些怕他的，但伤痕过于可怖，让我没忍住多问了句，你受伤了？为什么不处理伤口就睡了？贺金也似乎没想到我会开口，眉梢一挑，神情露出几分愉悦，一真一假的回了句，急着见你呀。他猛然弯腰，视线与我齐平，指了指自己的眉梢，疼，帮我吹一吹。吹止不了疼。他神色闪过失望，却偏要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说道，还真是骗不到。等一下，我拽住贺金野的手臂，还有其他地方受伤吗？我帮你看看。虽然在梦里我帮你处理不了，但等你醒了要自己把伤口弄一下，不然留疤会不好看。说到这儿我猛然停住，贺金野身体有好多的疤，大大小小的，全是比赛留下的痕迹，他应该是不在意的吧。好啊。贺金野看着我，不是说留疤会不好看。接下来的贺金野异常乖巧，配合我摆弄着检查身体，听着我唠叨注意事项。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梦里有除了身体以外的其他交流，也是我第一次知道贺金野也没多吓人。那之后的贺金野也不知是不是故意的，每次比赛完我都会在梦里看见一个完整又破碎的他，次数多了我终于忍不住，你们队里没队医吗？怎么每次受伤都没人处理？有，没你专业。骗人。我抿了抿唇，故意加重手里的动作。梦里的贺金野其实是不知道疼的，但他仍旧故意龇牙咧嘴。
却也因为他的缘故，我课余自学了很多关于运动员护理相关的知识。但谁能想到有朝一日真的会派上用场。拳击馆很大，比我想的要大很多。负责的小姐姐将我带到馆内报道，刚推开负责总经理办公室的门，就听到里面传来熟悉的暴躁声。俱乐部塞队医经过我同意了吗？还是个没毕业的学生，我们俱乐部什么时候穷到要找个实习生了？要是没钱跟我说，我不介意把俱乐部接下来。当时签合同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不要女队医，今天我把话撂这儿，他跟我只能留一个。说完他猛地转身，直接跟我来了个四目相对。后面的俱乐部经理满脸抱歉，你就是报道的实习队医吧，实在对不起我们。等等，你说他是谁？贺金野声音有些变形，看着我的目光逐渐惊悚。我张了张嘴，还不知道怎么回答，就见俱乐部的门又被推开了，逆光从门外走进来了个同样高大的男人。听说今天你们俱乐部来新人，我过来凑个热闹。回眸，我心猛地滞了一拍，宋博简，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显然宋博简也没想到会在这里看见我。他愣了一瞬，随即问道，你就是那个队医？我想说本来的确是我，但现在看贺金野这态度，还真不太确定了。我没说话，贺金野走了过来，你们认识？祝瑜，我邻家小妹妹。说着，宋博简伸出手，目光含笑地揉了揉我的头发。小丫头从小就乖得要命，金野你不能欺负她。贺金野目光在男人搭在我肩膀的手臂上停顿了2秒，随即脸沉了下来，舌尖抵了抵腮，乖，是挺乖的。某些少儿不宜的画面不合时宜地冲入我脑海，脸更红了。俱乐部经理看不懂，问贺金野，什么情况？人留是不留？贺金野不耐烦，你俱乐部，你问我留不留？那不留。我们俱乐部现在已经穷到连个队医都请不起了，干不下去趁早开口，我来接手。俱乐部经理。贺金野往外走的时候巧妙撞了一下我的肩膀，宋博简搭在我身上的手臂落了下来。还不走？宋博简，去哪儿？贺金野，没和你说。随后看向我，我要训练了，跟我走吧，小队医。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和贺金野见面，这种冲击甚至已经压过了和宋博简重逢的喜悦。通往训练场的路上，我跟在贺金野后面，不知为什么紧张到快要吐出来。所以他真的对梦中的场景有记忆。正想着，前面的人突然停下，一时不察，我陡然撞到对方的后背，不疼，但吓了我一跳。抬头就看见贺金野站在我面前，他已经完全卸下初见我时的慌乱，变得气定神闲。认不认识我？我心脏滞了拍，否认道，不认识。哦。贺金野没什么表情。等等，你这儿好像有个虫子。突然手伸向我，指腹碾过我耳垂，我甚至还能感受摩擦的粗粝感，身子猛地一颤，我退后半步。贺金野适才放下手，若无其事地说，真巧，我女朋友这儿也有科痣。然后他盯着我，也跟你一样敏感，故意的，他一定是故意的。所以贺金野有记忆，他根本就知道我就是那个梦中人。从恍惚中回过神来，我人已经到了训练场，耳边传来队员小声讨论声，野哥今天出拳的姿势有点骚啊，这是秀拳击还是秀身材？我个男的都把持不住了。我抬头，只见贺金野赤着上身，露出坚实的胸腹肌，就和梦中的一样。这是我第一次现场观看拳击，此前因为频繁梦到贺金野，出于好奇我也搜过几次，但远没有现场看的热血。原本我始终以为拳击是野蛮人的运动，但现在看到贺金野，我不得不承认，还真挺帅的，不自觉看得有些入迷。怎么想到做兼职缺钱？突然一道声音从我耳边传来，宋博简不知什么时候到了我身边。不是。我低头不想解释太多家里的事，宋博简却皱了皱眉，小时候还喜欢黏着我，怎么现在反而疏远了？跟我考上一所大学这么久也没找过我，之前我可以解释成你不知道我在这里读书，但现在都已经见面了，怎么还对我爱答不理的样子？所以你还在气我当年的事？我话未说完，只听扑通一声，贺金野直挺挺倒在了地上，大概是摔倒得过于莫名其妙，对方拳手都懵了。野哥，你这是咋的了？贺金野也不说话，捂着脸表情痛苦。顾不得宋博简，我慌忙跑了过去。别捂着脸，让我看看。贺金野松开手，嘴角的地方有隐隐血痕，刚才他一拳打到我脸上了，疼，声音还带了点委屈。贺金野说完，现场陷入了诡异的沉默，跟他练拳的队友，在场的围观群众，在一片奇怪的氛围里，宋博简走到我身边，状似开玩笑地说了句，堂堂拳王什么时候这么娇气了？闻言，我不认同地蹙了蹙眉，忍不住帮贺金野解释了句，也不是娇气吧，正常大家破皮也要疼一下的，更何况他这都出血了，有痛感也很正常。肉眼可见的，贺金野眼底闪出几分愉悦的得意。我特别怕疼。队友，怕疼你打拳击？见我面色严肃，宋博简也没再开口反驳。几秒钟后，他问我，等你结束一起吃饭？我犹豫片刻，嗯了声。贺金野笑容逐渐收敛，原本我以为训练很快就能结束，没想到一等就是几个小时，直到俱乐部的人都被贺金野揍了个遍，全都哭唧唧请他回去休息，这才作罢。时间不早了，我请大家吃个晚饭也算欢迎新成员。俱乐部瞬间欢呼声一片，宋博简和贺金野同时看向我，都在等待着我的决定。要不还是改天吧。贺金野瞬间面无表情，哦了声穿上了上衣。和宋博简出门的时候，我听到有人问，野哥，咱们去吃啥？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回去睡觉了。队友，你和金野之前就认识？直到出了俱乐部，宋博简才开口。闻言，我眼神陡然一闪，
各种少儿不宜的画面冲入脑海。没有，就刚认识的。我认识贺金野2年了，感觉他对你的态度还挺不一样的。我避开宋博简的双眼，是吗？可能比较合眼缘吧。语毕，宋博简便没再多问，一路沉默。这么多年，我曾无数次幻想自己和宋博简重逢时的场景，唯独没想过会像现在这么尴尬。除了贺金野，竟再也找不到任何其余的话题。等到晚饭结束，我快要回到寝室的时候，宋博简才拽住我，问道：“小鱼，我毕业那年，你去找过我，对吗？”我没说话。宋博简肩膀往下垂了垂，良久才说道：“对不起。”其实宋博简没什么对不起我的。说起来，我和他无非就是个俗到极致青梅竹马的故事。宋博简比我大2岁，是住在我隔壁的邻居，2家关系好。小时候我父母工作忙，我都是被寄养在宋博简家。他对我很好，有人欺负我是他替我出头，我学习成绩差也是他帮我补习功课，就连我第1次来月经都是他红着脸给我买的姨妈巾。大人们都开玩笑说以后结成亲家，就连我都以为我们迟早会在一起。直到我爸出事，宋家为了撇清关系搬到了邻市。当时我始终以为宋博简是被迫的，所以在他高考那年，我拿出攒了1年的零花钱，辗转搭了高铁到了宋博简所在的城市为他应援。撞见的却是他和另一个女孩拥吻，人来人往的街头，骄阳似火的6月，那一幕却让我如坠冰窟。我已经不记得那天晚上自己是怎么坐高铁回到自己的家。推开门，迎来的是母亲一记重重的耳光。你是不是去找宋家那小子了？人家为了躲我们都搬走了，现在你还上赶着倒贴，你怎么就这么贱？祝瑜，是不是在你心里爱情比你爸的命还重要？我告诉你，你爸他死了就是被这群人害死的。时至今日，我都还记得母亲满脸泪痕的样子。自此，宋博简在我家就成了禁忌。我以为自己或许这辈子都不会再遇见宋博简，直到我考上大学，在同学们口中再次听到宋博简这个名字，听说他是校草，听说他至今单身，不禁感慨命运弄人。那些你想遗忘的人，总是兜兜转转再次出现到你的世界。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跟烙铁一般，翻来覆去睡不着。宋博简和我说，那天的女生不是他的女朋友，是高考结束后向他表白时情绪突然激动扑过来的。宋博简和我说，他是在我转头离开的时候发现了我，但因为不能确定，所以没能追上来。宋博简和我说，其实他始终没有忘记过我。宋博简啊，我想着这个人的名字睡着了，迷迷糊糊再次睁眼，我看见了贺金野。此时他看着我满脸傲娇，晚上还知道来找我赔礼道歉，算你有良心，这样我就勉为其难原谅你今天选择跟狗男人吃饭这件事吧。等等，我怎么又到贺金野梦里了？我现在强烈怀疑宋博简跟贺金野之间安装了什么联动机制，不然怎么会只要我一想到宋博简，当晚一准到贺金野梦里。此时贺金野表情严肃，双手紧固着我的手腕，一双如鹰隼般的双眸凝视着我，说我是谁？我没听明白这人什么意思。他又问，认不认识我？我一愣，突然想到我们白天的对话，认不认识我？不认识。总算明白这人怒从何来了。小心眼。我懒得回应，贺金也不依不饶，说认不认识我呀？认识，你是贺金也行了吧？不对，我是你老公。说着，贺金也凑到我耳边，声音带着蛊惑，乖，喊声老公听听。再后来，我已经忘了自己到底喊没喊了，只知道这人疯了，比以往每一次都要疯。过了很久，他才松开我，脸上还带着尚未平复的余韵。你真的不记得吗？他凝视着我，手抚摸着我的脸颊。我不相信梦里我们经历的这些只有我记得，心脏陡然停了一拍。我下意识正准备否认，就听到他说，不记得也没关系，已经盖过章，我不准你再喜欢别人了。折腾了一晚上的结果就是隔天浑身酸软，没有一点力气。我不禁想到贺金野，拳击锦标赛在即，老做这种梦会影响训练啊。结果才进俱乐部，就见这人神采奕奕站在门口，像是故意等着我一般，瞧我进来，凑到我面前，欠儿了吧唧的问道，黑眼圈不小，晚上没睡好啊，小队医？还有精神嘲讽别人。我就多余担心他，正要回答，门再次被推开，几个队员从里头跑进来，大概是没注意到我，瞧见贺金野就嬉笑着调侃，野哥，听说你今天凌晨4点爬起来洗裤子，身体不错啊哈哈哈。话音落下，刚才还得意洋洋的贺金野耳根陡然变红，眼睛不自然地往我身上一瞥，大家这才注意到我的存在。现场沉默了几秒，随即一个男生机智地补充了句，我们没别的意思，就是夸野哥爱干净。然后肉眼可见的，贺金野的脸更红了，咬紧后槽牙，贺金野从牙缝里挤出了一个滚字，仿佛得到了赦令，几个人一溜烟消失了。梦里勇猛无比的男人睁眼后端个小盆默默去洗漱时的画面陡然浮现在脑海里，我没忍住弯了弯唇角，你在笑？没有啊，你就是在笑。对，没错，我在笑。我再也憋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贺金也神色尴尬，这有什么好笑的？就觉得我们全网可真爱干净，大概是觉得颜面受损。接下来的一整天，贺金也都没主动在我面前嘚瑟，反倒是几个队员受到了无妄之灾，被贺金也借着训练的旗号恶狠狠收拾了一通，正准备哭唧唧朝我走过来，还没开口，就听贺金也嘶了声。几个队员立刻知道贺金也想干嘛，嚷嚷抗议抗议。队里好不容易盼来了妹子，现在成野哥专属了，有意见打赢我再提。等到一群人被轰到原队一秦望旁边，我才没忍住开口，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
是不太好。贺金野煞有介事地点了点头，打得太轻了，不长记性。其实我对贺金野的感情很复杂，贺金野之于我有点像是虚拟男友，能够在梦里给我提供某种隐秘的情感价值。然而当某天虚拟男友出现在现实世界的时候，最初我是害怕的，甚至也做好了辞掉这份兼职的准备。但没想到相处的还意外的和谐。在俱乐部工作时间越来，大家的训练强度也越来越大。虽然大家仍旧每天嘻嘻哈哈，但我能够感受到弥漫在整个俱乐部的紧张氛围。俱乐部的经理告诉我，原本学校是准备砍掉拳击队的，这几年职业拳击手越来越少，想要练出成绩更是难上加难。当时金野已经被省队挑走了，除了他，其余的孩子们资质都比较一般。C 大本来也不是体校，与其把资源给到拳击，不如给其他的项目，还能搞出点名堂。那后来呢？后来金野知道了，就放弃了去省队的机会，跑前跑后拉了不少赞助，这才保住了拳击队。我不懂为什么。俱乐部经理看向擂台上挥汗如雨的男孩，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还是叹了口气，缺心眼呗。后来我才知道 C 大校队一直都是俱乐部性质的，而里面的队员大多因贺金野而来。他们有的是濒临退学的问题学生，有的是家庭贫困的困难生，还有的甚至是街头混混。是贺金野带着他们一路走过来，从无到有，再到现在逐渐成为了被 C 大重视的项目。所有艰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所以这回锦标赛，这群孩子们也都卯足了劲儿，想要比出点成绩，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金野。莫名的，就连我都好像被感染，开始陪着大家整天泡在拳击馆。即便贺金野说让我每天准点下班就行，但我仍坚持和大家一起离开。后来贺金野也不催我了，只是提出了一个条件，晚回去可以，但必须答应让我送你回寝室，不然我不放心。这天贺金野照例送我回去。喂，小队一，问你个问题。路上他突然开口，你有没有点喜欢我呀？心脏因为这个问题跳得飞快，但我故意不想告诉他实话。你上次不是说你有女朋友了？我不喜欢有妇之夫。贺金野原本略显紧张的面容，不知是不是收到了某种信号，挂上了些许笑意。哦，但我这人也就喜欢强人所难。他双手插兜，看着我提高音量，我跟他分手，跟你在一起好不好？路上经过的人都用古怪的眼神看向他，我嫌他丢人，捂着耳朵不想听。他跟在我后面，笑得畅快。那晚我破天荒的只要一闭眼，脑海里浮现的全是贺金野，有笑容张扬肆意的他，有在赛场挥汗如雨的他，有拥我入怀满眼爱意的他。不知不觉，原来我们已经有了那么多回忆。等到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我还想着，等梦中见到贺金野，或许我会告诉他，在这段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梦境中，拥有记忆的不只有他。然后下一秒，我就看见了宋博简。别问，问就是妈了。是的，没错。我想着贺金野成功进入了宋博简的梦境，然而这时的宋博简应该已经在做梦了，因为在他的梦境里，我看到了自己，准确的说是小时候的我。梦境里，年幼的宋博简牵着我的手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经过一家刨冰店，男孩熟忍地带着我进去掏钱买了一盒刨冰。你不吃吗？小宋博简咽了咽口水，但还是朝我摇了摇头。我不爱吃，你自己吃就行。那是小学的我们，那时候的我很爱吃刨冰，但我没钱。宋博简就谎称自己零花钱很多，每天放学都主动请我吃一碗。后来我才知道，那个钱是男孩每天的早饭钱。画面一转，好像又来到了初中。这次的我坐在病房，哭得满脸泪痕。一门之隔是少年的宋博简。爸，您就让我进去看一眼朱叔叔吧。年轻的宋父拽着他的手，墙倒众人推。这回老朱垮台，外面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多的是。都知道我跟老朱关系好，现在在和他们家有牵连，进去的就是我。可是小鱼，我知道你跟这孩子关系好，但是爸爸告诉过你，成大事的人首先要学会的就是心狠。朱鱼是个好孩子，可惜因为他爸，他的前程也会留下污点。你还有大好前程，你们不合适。门渐渐被关上，宋博简的梦境也跟着陷入黑暗。然后我听到了男孩哭泣的声音，小鱼，对不起。随后梦境终止，我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不知何时我竟然也是满脸泪痕。其实这段时间我已经很少会想起宋博简，甚至很少会想起过去的事了。曾经夜夜缠绕我的梦魇，好像在贺金野出现之后，出现的频率也变得越来越少了。然而今天宋博简的梦，却好像又把我拽回到孤立无援的时光。当年父亲被诬陷，为了自证清白跳楼自杀。父亲死后，母亲精神受了刺激，整个人开始疯癫起来。好的时候与正常人无异，然而一旦发病，他不但会对自己采取极端行为，甚至会将我视为那些做局陷害父亲的人，怒骂殴打更是家常便饭。而我身边的同学朋友都因为这一连串的事将我视为异类。经济的匮乏，亲情的断裂，友情的崩垮，一夜间我被迫长大。后来父亲终于深渊得雪，母亲的精神逐步好转，我也如愿考上了顶尖大学，一切都似乎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在所有人都跟我说我终于熬出头了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我的心理问题变得更严重了，就像长期在战争中厮杀的士兵突然迎来了久违的和平，紧绷的弦松了，紧接着呼啸而来的是一连串心理上的应激反应。最初还只是整夜失眠，发展到后来我开始出现幻觉，我幻想自己跟凤凰传奇彪哥，跟贝克汉姆踢球，跟10个晴天种地，跟林娜贝尔斗舞。我的医生告诉我，这些幻觉可以理解为就是我身体的某种自我保护机制，让我能够忘记真实世界痛苦，拥有一个精神的乌托邦。也是由于这是一种身体的求救信号，所以即便我再怎么想，我发病诱因之一宋博简从始至终都没出现过，而贺金野的出现却是一个意外。
我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在我自己构建的世界中，会出现这样一个不速之客，甚至这位不速之客还有了某种能够和我幻境相通的本领。宋博简是在隔天出现的，看见我，他跟我解释，这几天有朋友刚好来 C 市，没能抽出时间过来看你。没关系，你也不用特别过来。大概是我的表现有些冷淡，宋博简语气多了几分急切。上次我和你说的话没有骗你，这么多年我始终没忘记过你。他往外吐了口气，其实我昨晚梦见你了。此时恰好贺金爷举着个大保温瓶经过，闻言这人陡然停下脚步，看向我们的目光透着危险，几乎是立即的，我就意识到这家伙脑子里在想什么。轻咳了声，是吗？梦见什么了？就小时候的一些事，还挺怀念的。小鱼，当年。话音刚落，一个巨大的保温杯直接撞到了我的胸口，不疼，但把我吓了一跳。下意识接住，就听贺金也凉凉的声音说道：“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小鱼的保温杯我送一下。”你说我的保温杯？今天以后这就是你的了，里面的东西全都喝掉，一会儿我打完训练出来检查。什么鬼？拧开，里面黑乎乎的，充斥着红糖的味道，水面上还漂浮着几颗红枣桂圆。心中一暖，他怎么知道？不对，他的确知道。父亲去世后，我为了帮母亲看病，也为了积攒学费，兼职过很多工作，大概压力大，那时候内分泌失调简直就是家常便饭。现在身体调理好了，却落下了痛经的毛病，有时候痛极了就胡乱塞2片安眠药睡觉。后来这件事被梦里的贺金也知道，我没少挨唠叨，再难受也不能这样伤害自己的身体，不要胡乱吃药，也不能吃凉的，3餐再难受也得按时吃。我在网上查说喝红糖桂圆红枣什么的能补气血，至少暖暖肚子能舒服些。小鱼，你少给我撒娇，我这跟你说正经的。好，算了，等以后有机会我亲自给你煮好不好？我没想到当时我以为永远不会实现的戏言，却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我魔掌着卑鄙温热的保温杯，似乎给了我某种面对过去的力量。我吸了口气，终于抬头看向宋博简。7年过去了，他似乎变了，但又似乎没变。博简哥，如果你现在不忙的话，我想跟你聊2句。儿时的称呼让宋博简一愣，随后目光透出温柔。我带着他出了俱乐部，走到了附近一处安静的地方，适才说道：其实在我爸刚去世的那段时间，我恨过你，也恨过你们一家。我恨你们在我爸出事儿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他一把，我也恨你明明是我最信任的人，却在我孤立无援的时候选择离开。但后来我经历的多了，才发现趋利避害是人性的本能，角色互换或许我也不一定做的能有多好。小鱼，其实后来呀，我时常想，如果我爸没出事儿，我们2家仍旧还是以前的关系，我们会不会在一起？或者说，如果有朝一日我们再相遇，到底还有没有机会在一起？这2个问题困扰我太久了，久到我只要想起你想到过去，我就有太多的意难平。宋博简沉默了，他看向我，等待着我的后续。但这个问题最近我好像想明白了。博简哥，你能告诉我这几天你招待的朋友是谁吗？不等他回答，我直接说道：是当时被我撞到你们接吻的那个女生吧？话一问出，宋博简慌了，她真的不是我女朋友，当初毕业我也没想到她会突然扑过来亲我，这次她突然过来玩，给我打电话拜托我当个导游。其实我也不想去的，但是考虑到一个女孩子人生地不熟的，大家以前又都是同学，我怎么也不好拒绝。是啊，所以你当年想要见我，却因为父亲的阻拦，最后选择离开。你之前被女生强吻，却因为顾及对方颜面，所以没及时推开。就连现在女孩来找你，你都因为担心对方的安全而选择全程陪同。博简哥，你似乎永远都是这样，对每个人都这么好，但对于我来说，没有比这种一视同仁的好更残忍。宋博简张口想说话，但最后还是一句话没说。良久，他才开口：你现在还恨我吗？早就不恨了，只是好像也不爱了。我的病似乎正在好转，因为我发现我做梦的时间越来越少，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多。趁着俱乐部放假，我去找了我的心理医生，对方问我最近的生活情况。在俱乐部兼职，不过空的时候有做一些关于运动员康复之类的研究，准备开学之后调一下专业方向。跟你说的那个突然出现在你面前梦境里的人有关。最近发现拳击危险系数比我想的要高，而且对专业性要求更强。以后要是继续从事相关工作，还是要提前准备。所以你准备毕业后继续从事这个工作？我自然而然地点了点头。然后我就看见了坐在我对面的心理医生，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大。我适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说了什么，不确定地问了句：我刚才是不是说了以后？对，你说以后。之前我经常跟你说要期待一个奇迹，现在我要恭喜你，或许这个奇迹真的被你等到了。我不可置信地低头，摸索着手腕动脉上那道深深凸起的一道道划痕。没有人知道我想在这个冬天死去，但命运的神迹却让我在这个夏天遇到了自己的爱情。走出咨询室，在大门口我看到了等着我的贺金野，他穿了一件深色的 T 恤，脖子上挂着运动耳机，身姿挺拔，引得不少人纷纷侧目，甚至还有几个年纪小的女生互相推搡着，貌似是想去搭讪，但又碍于这人气场没敢向前。我有些惊诧，你怎么来了？接你回俱乐部。但提前声明，我可不是担心你啊，主要是怕我受伤没对一看耽误我之后打比赛。我忍笑，怎么今天秦医生没在，没注意，我一天到晚老盯这个大男人做什么？再说了，我这人重女轻男，必须得女对一给我看病我才放心。乱讲，但嘴角还是忍不住往上勾起。回程的路上，我没忍住问他，你不好奇我为什么会看心理医生？当然，如果你愿意告诉我的话。我轻咳一声，其实我最近一直在做很奇怪的梦，而且梦里有你。你说什么？算了，我突然不想说了。你说了，我听见了，你说梦里有我，我他妈就知道你都记得。小鱼，助鱼，
186厘米的拳王居然在这一瞬眼眶通红，场馆一身把我锁在怀里。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渐渐湿了眼眶。后来我问贺金野，你相信神迹吗？贺金野摇了摇头，声音沙哑，许久才回复我，我不相信，但我相信你。半个月后，全国大学生拳击锦标赛拉开帷幕，贺金野率队的拳击队取得了不俗的战绩，而他本人也成功挺进决赛。决赛那天，观众席全都是贺金野的应援牌，呼声大有，让我误以为自己进入了什么演唱会现场。这时我才知道，原来野神的名声早就如此响亮。就在我热血的情绪被挑到最高时，我突然在 VIP 区看见了一个眼熟的身影。那人穿了一件墨绿色旗袍，身姿婀娜，跟我对视的瞬间，立刻拿起贺金野应援团粉丝自制的小扇子遮住了半边脸，狗狗碎碎的。此时贺金野已经提前去后台准备，我眯了眯眼，犹豫片刻，还是走了过去。定睛一看，导师，我倒干笑了2声，把遮着脸的扇子拿下来。巧啊，你也来看比赛呀？我是实习队医呀，兼职还是您介绍的？啊，对，瞧我这记性，呵呵。气氛密之诡异，我感觉哪里怪怪的，但又说不上来。直到几分钟后，贺金野走过来，妈，您怎么自己来了？我爸呢？妈。我倒看了我一眼，满脸懊恼，不分青红皂白，直接数落贺金野，就你长嘴，就你会叫妈？都要比赛了还出来溜达，这么欠儿，一会儿准得挨揍。后来我才知道，我倒居然是贺金野的妈。事后他跟我解释，其实也不是故意瞒你，当时就正好他们缺人，金野这小子又暗恋你这么多年，我就琢磨毕竟是亲生的，推荐谁不是推荐是吧？万一你瞎了眼，不对，是万一你慧眼识珠看中我儿子了呢？这样一来，你有了工作，我儿子有了女朋友，双喜临门。所以双喜临门是这么用的。但我敏锐捕捉到了一个问题，您说贺金野暗恋我好几年啊？这小子没和你说？我摇了摇头。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早就见到过贺金野。第一次是当年我去找宋博简，在失魂落魄回来的列车上。我记得那天我哭得很惨，坐在我身边的男生手足无措地安慰我，不断帮我递卫生纸。到后来我哭睡了过去，睁眼不知何时居然靠在了男孩的肩上。列车到站，为了感谢对方，我把原本准备送给宋博简亲手做的蛋糕送给了他。第二次是高2那年的暑假，我割腕被抢救回来，正巧和受伤的贺金野住在同一间病房。那时候是我精神最差的时候，浑浑噩噩，完全没有求生的意识。其实对那段时光我的记忆很淡了，所以要不是今日提起，我当真想不起来贺金野就是始终给我鼓励的那个少年。当时母亲精神逐渐康复，去了澳洲投奔舅舅。随着我身边唯一的至亲离开我的生活，我突然没了对未来的所有期待。虽然记忆已不甚清晰，但我仍记得在那个夏天，在我的病房里有个热情如火的好心少年，每天给我讲笑话逗我笑，求着家人给我少营养餐，帮我跑前跑后办理手续。他跟我说，等你出院，我就带你去看春天的嫩芽，夏天的晚霞，秋天的落叶，冬天的雪花。如果你现在就这么死去，未免过于可惜。后来我出了院，在精神康复中心治疗了一段时间。随着心理的好转，我慢慢忘了很多事，但却依稀记得有个男孩让我在低落的时候曾给我送来过人间久违的善意。高考结束报志愿，我下意识选择了 C 大的医学院，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高3那年拼了命也要考到这所大学。现在我终于知道了，因为那个为我送去善意的男孩是 C 大少年。比赛开始，进攻，防御。我看着戴着红色手套的男孩无数次在擂台上被打倒，又无数次从地上站起来，就像是一次次身处绝境却从未屈服的灵魂，就像是怒放的生命。渐渐的，我的视线逐渐模糊。这一刻，我知道了贺金野的坚守，也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坚守。比赛已经进行到尾声，裁判在倒地的对手面前开始倒数，3、2、1，然后贺金野的手被裁判高高举起，全场沸腾，尖叫声冲破云雪，无数人都在喊着贺金野的名字。我又想到了在医院那段时间，贺金野问过我的问题：你觉得生命是什么？是孤勇奋战，是陡然前行，亦是清风拂面，是云卷云舒。生命有千百种形态，但对我来说，生命是不愧于心，是洒脱自由，是我们痛苦却依然努力的活着。番外，和贺金野在一起之后，我已经很少会出现幻觉了，做的那些杂七杂八的梦更是寥寥。这天，贺金野突然问我，你是不是好久都没梦到过我了？原本我只要借口说因为我们现实生活见面了，糊弄一下就行了，但偏偏我当时忙着准备运动防护师的考试，心不在焉的回了句，确实，因为我好久没想宋博简了。紧接着万籁俱寂，我这才意识到我好像说错话了。抬头果然看见贺金野黑着脸，表情委屈的好像一只被抢了肉骨头的大狗。所以你每次梦见我，实际上想的是另一个男人，我不敢吭声。但我万万没想到，我这边还没想到什么借口糊弄过去，那边贺金野居然就已经释然了。所以你进入我梦境的时间越来越少，就意味着你想他的次数越来越少，对不对？那我是不是就能推测出我在你心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如果是这样，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我看着再次把自己攻略的服服帖帖的男人，实在没忍住多了句嘴。你有没有想过，我想你的频率变高，进入他梦里的次数就会越多？贺金野，我骗你的，嘻嘻。贺金野，不嘻嘻，不嘻嘻的结果就是那晚我一夜未眠，直到凌晨，贺金野搂着我笑得满脸得意。我就不信这样，你还能有什么歪心思啊？背着我找狗，你想都别想。全文完。